2026年了，如果你还在问全球避风港在哪里，那你绝对还没看懂这张最新的米尔肯报告。地缘摩擦加剧，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断裂重组。当全世界的资产都在经历过山车式的剧烈震荡时，新加坡交出了一份极其恐怖的成绩单。在这份2026全球机遇指数报告里，新加坡全球投资吸引力排名第7，金融服务表现全球第3，商业感知直接拿下全球第1，毫无悬念蝉联亚洲第1。看懂这组数据背后的逻辑，你才能明白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很多人在这个动荡的周期里死守一个破旧的观念，认为乱世之中现金为王。这种认知在顶级资本眼里简直不值一提。在今天的新加坡，最贵的资产根本不是现金，而是确定性。过去几年，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中东冲突不断升级，欧洲能源危机余波未平，大国之间的贸易壁垒越筑越高。在这个背景下，资本最恐惧的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规则朝令夕改。新加坡之所以能在这个乱局中疯狂吸金，就是因为它把确定性做成了全球最稀缺的商品。你经常听到有人抱怨新加坡法律严苛，动不动就罚款。在普通人眼里，这是限制，但在顶级投资者眼里，这种严苛恰恰是他们愿意支付高昂溢价去购买的护城河。资本的嗅觉是最敏锐的，他们看得很清楚，一个连乱丢垃圾都能严格执行处罚的社会，其底层契约精神的执行力是极其强悍的。这种执行力平移到商业和金融领域，就变成了清晰的产权保护和不可撼动的法治边界。在动荡时代，这种确定性就是最硬的通货。为什么新加坡能成为全球资本的总代理？因为它早就脱离了单纯依靠地理位置收过路费的低级阶段，它把国家规则做成了一份极其严密的保单，把社会稳定做成了极高门槛的壁垒。今天我们不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只用最硬核的数据和最真实的政策，彻底拆解这套精密系统背后的生存逻辑和财富密码。你可能经常听到关于新加坡的各种调侃，什么口香糖禁售，什么乱丢垃圾罚款，什么都要管。在很多外行人的印象里，这像是一个巨大的保姆式社会，甚至让人感到一丝窒息。刻板印象认为，这种微观层面的控制狂特质是在压抑活力，但事实恰恰相反，这套控制狂清单正是新加坡政府在宏观经济风暴中为你买下的最贵保单。看一眼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你就能明白这套控制系统的核心威力。为了应对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大宗商品和物流价格上涨，新加坡政府直接抛出了10亿新币的额外援助配套。这不是画大饼，这是真金白银的精准滴灌。今年9月，2.4万名符合条件的新加坡人直接领到了400到600新币的现金。6月份 ，CDC 社区理事会代金券直接发了500新币。数据摆在这里，这就是极度高效的财政盈余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防御力。别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发钱福利，放眼全球，别国发钱发到通胀失控，物价飞涨，底层财富被疯狂稀释。为什么新加坡发钱却能稳住物价？因为这不是盲目印钞，这是精准打击。发钱是为了稳民心，稳民心是为了稳汇率，稳汇率是为了保增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从不使用利率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是直接操控新币名义有效汇率 SNIR。在全球货币都在面对贬值压力的时刻， MAS 通过强本币策略硬生生抗住了输入型通胀。你以为政府管的细是想收你罚款？大错特错，那是他在通过极度严苛的社会治理降低系统性损耗，从而积累出庞大的财政盈余，在危机时刻给你当肉盾。当别国的居民在为飞涨的超市账单发愁时，新加坡通过强势汇率和财政补贴的组合拳，直接给每个居民发了一笔看不见的隐形加薪。这就是控制狂系统的底层逻辑，用微观的严厉换取宏观的极度安全。2024到2025年这2年间，新加坡的资本流入突破了2500亿美元。到了2026年，在新加坡设立的家族办公室数量直接突破了2000家，这是一个极度恐怖的数字。25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 GDP， 在短短2年内被疯狂塞进了一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这意味着全球最顶级的财富正在用真金白银为新加坡的系统投票。看清楚目前的局势，当全球风暴来临时，
资本最怕的到底是什么？不是高昂的运营成本，不是人力资源的匮乏，而是法律的不确定性。米尔肯报告里有一项数据非常刺眼，新加坡在债权人保护这一项上拿到了极高的分数。在很多司法管辖区，当企业破产或发生债务纠纷时，资产清算往往陷入漫长且充满灰色地带的拉锯战。但在新加坡，这里没有灰色地带，你的钱进来，法律边界清晰的像手术刀一样。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财富迁徙逻辑：一个身价100亿的富豪把家族办公室设在新加坡，申请13O 或者13U 税务豁免计划。他看重的仅仅是免税吗？绝对不是。他看重的是新加坡严格的信托法和公司法体系。资产一旦进入这个架构，就等同于被装进了一个拥有全球最高级别防弹玻璃的保险箱。无论是面对原籍国的税务追诉，还是复杂的家族继承纠纷，新加坡的司法体系只认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绝不受任何政治压力的干扰。这种纯粹的法治环境，才是2500亿美元疯狂涌入的根本原因。看到这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如果让你把资产配置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你最担心的是法律风险还是汇率风险？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来看看顶级资本到底在怕什么。接下来彻底拆解新加坡最让人看不懂的房地产市场。很多人觉得新加坡房价高是因为地小人多，这绝对是外行话。如果地小人多就能支撑极其坚挺的房价，那世界上拥挤的贫民窟早就成了价值洼地。新加坡房产之所以稳如泰山，真相极其残酷。这里的房产早就不是用来居住的物理空间，而是一张极高门槛的资产信用凭证。剖析新加坡能成为安全岛的逻辑起点。全球地缘冲突剧烈，资本急需一个既能沉淀财富，又能随时变现的地方。米尔肯报告明确指出，新加坡的金融接入度排名全球第11，这就是新加坡资产流动性的最硬底气。当俄罗斯的寡头、中东的土豪、亚洲的新贵在满世界寻找资产避难所时，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资产能保值，更要求当他们需要抽身时，资产能够迅速转化为全球流通的硬通货。新加坡的房产市场完美契合了这个需求，它背靠的是全球第3大外汇交易中心，这里的房子随时可以变成美元、欧元、英镑。拆解新加坡房产背后的算账逻辑，你就能看懂政府的操盘手法。政府通过 ABSD 额外买方印花税和 SSD 卖方印花税，建立了一套残酷的过滤机制。现在外国人在新加坡买房，直接面临高达60%的 ABSD， 如果你买完之后3年内卖出，还要交最高15%的 SSD。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短线炒家直接被踢出局，连进场的资格都没有，留下的是什么？全是那些愿意支付高昂入场费、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长线资本。政府根本不是在卖房子，这是在卖高门槛的资产信用。能扛住60%印花税买入的买家，本身就经过了极致的财富筛选，这保证了整个房产市场的资金盘极度健康，没有任何高杠杆断裂的风险。这就好比在一个满是泥潭的赛道上，新加坡修了一条全自动的高速公路。虽然收费极高，但你永远不用担心抛锚，更不用担心有人逆行。在新加坡买房，本质上是购买了一份系统稳定险。无论全球经济怎么震荡，这里的甲级写字楼和优质住宅依然能保持极高的租金回报率和抗跌性。普通人看房产，看的是地段、户型和房价涨跌；顶级投资者看房产，看的是这套系统如何通过极其变态的税收和限购政策，把资产的波动率压到了极致。认知错位就在这里，你以为你在买砖头，其实资本是在买新加坡国家信用的底层资产化产品。看透了以上所有的政策、数据和资本流向，我们就能得出最终的结论：新加坡的控制狂清单本质上是帮所有在这个系统里的人锁死了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在动荡的2026年，生活在这个精密系统里本身就是一种暴利。办事快、审批快、通勤快，这都是钱。当别的地方因为政策摇摆导致项目停滞，因为基建老化导致物流瘫痪时，新加坡的机器依然在严丝合缝的高效运转。即便是在中东冲突波及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新加坡依然能把电力回扣、U-Save 回扣精准发到你的账上。4月和7月的 U-Save 回扣最高达到了190新币。
这绝对不仅是发点小钱的社会福利，这是系统级稳定的具象化体现。它告诉你，不管外面刮多大的风暴，这套系统都有足够的冗余和算力来对冲风险，保证内部环境的恒温。2026年，如果一个国家能把系统稳定当作核心竞争力卖给全球资本，那么生活在这里的人究竟是活在条条框框里，还是活在安全红利里？这个问题，那些带着真金白银跑进来的家族办公室早就给出了答案。新加坡不再只是一个东南亚的小国，它是全球资本的最高级别服务器。它确实有很多条条框框，但正是这些冷冰冰的框框，恰恰保证了系统永远不会宕机。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